大家好，我是秋哥。那秋哥今天要来报好康啦！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匹兹堡 downtown 附近有3间博物馆，在8月你入场的话都是免费的。这一个活动的话是由 RAD 主办的 ，RAD 就是 RAD。那我们这些纳税人在 Allegheny County。就是匹兹堡所在的这个郡县的话呢，你的消费税比其他宾州的消费税都高出1%。那这1%的一半呢，就是会用在这个 RAD 上面。那它就会维护我们匹兹堡附近的一些设施啊，然后对文化啊、运动啊这些都会做推广啊，然后也会做维护。那他们在8月的话，就是有这个活动，让大家可以免费的去参观这3间博物馆。那我们就会一一来介绍这3间博物馆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这些博物馆参观，都是非常好的娱乐活动，也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。那 RAD 的话，它平常也会举办一些活动，大家就要去它的官网上看一下，它可能这个月已经有安排什么活动了。像它之前有一个是可以1天免费去参观 Acrisure Stadium， 也就是 Pittsburgh Steelers 的主场，那个我就非常想参加，所以我未来就会持续的关注 RAD 的官网，就看有没有这些活动，我一定要去。那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The Andy Warhol Museum。Andy Warhol 是在匹兹堡长大的一个普艺术大师。Andy Warhol 不只是一个艺术家，他也是个印刷家，他甚至也会拍电影。他的代表作有《玛丽莲梦露》、Campbell's 的 Soup Cans， 他的汤罐头，还有毛泽东的画像。那大家对毛泽东很熟悉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Andy Warhol 的画像？那他的作品的话，他就是会用一个丝网印刷的手法，然后不断的重复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被物品化了，也就是物化人物。那 Andy Warhol Museum 里面是不能拍照的。不过大家就用肉眼体验这些 Andy Warhol 的作品就好了。然后呢，他在这个场馆里面呢，他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你体验丝网印刷的这个手法，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手法做出一件属于自己的衣服。非常的有趣。那如果你在匹兹堡念书，你是匹兹堡大学或者是 CMU 的学生的话，你凭着学生证你可以免费参观，这一个是非常划算的，因为你平常学生票大概就要10几块。我们之前 CMU 电机系迎新的活动就办在 Andy Warhol Museum，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活动，因为像我们也有体验那个丝网印刷，然后在1楼大厅那边它有很多的酒水、食物。然后大家就在那边聊天，也有很多教授来参与，你就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跟教授建立一个好关系，也许你以后就可以去他的实验室工作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吃完了，然后你也不想再讲话了，你就可以上楼看这些艺术品，然后你就觉得哇，真的是太美了。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是 Hans History Center， 那这一个博物馆是了解匹兹堡一个非常好的博物馆，它里面有介绍匹兹堡的历史发展，还有运动啊。然后产业都非常的详细，因为匹兹堡在这个宾州的西部，所以它也会介绍一些西宾州的地理啊，还有文化的形成。所以呢，这一个是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匹兹堡的话，非常好的一个博物馆。在这个 Hans History Center 1楼，最近有特展一个叫做 Green Book 的展览。那 Green Book 是大概在30、40、50年代，纽约一位邮局人员，还有他的老婆，借由自身还有同事的努力，他们就去搜集各式各样的资料，放在这个 Green Book 里面。那 Green Book 就变成是一个给这些非裔美国人很好用的一个旅游指南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美国还是有一些种族隔离的政策，所以像是你到一个地方旅游，你想要知道在哪里吃饭、哪里住宿，甚至你要在那边加油，你都要必须去黑人友善的商家才有办法。因为那个时候，如果你有种族隔离政策的话，他是会拒绝服务你的那他就收录在这本书里面。如果你需要找人帮忙的话，他也会列出一些人名、他的地址，你就可以去找这些人帮忙。像在匹兹堡的话 ，Hill District 那个时候就有收录非常多的餐厅啊，还有饭店，可以让这些非裔美国人在旅游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栖身之地。那幸福绿皮书也是以这个Green Book 为背景而拍摄的电影，里面也有讲到一些匹兹堡的事情，也有匹兹堡的痕迹。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看，因为这部展览会让我们非常想看这部电影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，然后也可以看到说，嘿，美国的历史啊，以前发生了什么事，那我们现在应该要
怎么做才会对这个种族融合更好嘛？那现在没有这个种族隔离的政策，那黑人、白人、黄人什么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阿瓜跟我都觉得这个展览非常的有意思，也非常的好看，我们非常的投入，花了非常多时间在这里，然后呢，我们觉得成长非常多。那最后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Children's Museum of Pittsburgh。那这一个博物馆算是一个比较小的博物馆，但它是对小孩非常友善的博物馆，因为它就是给小孩去的。那它里面的话，就是有给小孩艺术创作的地方，你可以在里面画画、爬来爬去，消耗小孩的精力。然后呢，在顶楼的地方还有玩水的地方，非常特别，所以它就是会有非常多的机关游乐设施，让小孩可以在里面放电，然后体验一些平常不会玩到的一些游乐设施。那它在里面就是它也会教小孩科学啊，像是我们有玩一个电池，然后可以接马达、接灯，就是让小孩有这个电路的概念。它里面也会有就是像物理机关，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比较立体的骨牌，就是会有各种机关，然后最后就会咚。就是类似这样的好玩的东西。那它这个博物馆比较小，然后对大人来讲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无聊，但有些机关连阿瓜跟我都觉得蛮有趣的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在8月这个是免费的，你就还是去看一下，也无伤大雅，然后还蛮有趣的，里面也很有活力，因为有非常多的小朋友。可是如果你怕吵的话，可能就还是算了。那这个博物馆比较特别的是，它8月是免费的，但平常的话，就连 CMU 跟匹兹堡大学的学生都不能免费进入的，因为它是给小朋友的。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个 Children's Museum 不用钱的话，就是现在啦。在8月的话，这3个博物馆虽然是免费的，但其实人潮还是很多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避免排队的人潮的话，你不想花时间在那边排队进场，那你就可以上网预约免费的票，你只是多一个预约的手续，但它还是免费的，就可以略过这个排队的队伍，所以还不错。那平日去的话，我们都是闭馆前2-3个小时，那人就会比较少一点，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。好，那这就是8月这3个博物馆免费的这些资讯分享给大家。不管你是对艺术有兴趣，或者是你家里有小朋友想要带小朋友去各个机关玩啊、玩水啊，或者是你对匹兹堡的历史文化或者是体育有兴趣的话，那这3个博物馆非常适合你去推荐给大家。好，那这一集就是这样。那秋哥还是会持续关注匹兹堡的动静，然后呢，一有好消息我就会分享给大家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有问题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这一集就是这样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